老公拿回来一份 DNA 检查报告，怀疑我出轨，说孩子不是他的。我不相信，我想尽一切办法证明，没想到这个孩子竟与我也没有血缘关系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密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天是我和吴哥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等他回来。晚上8点，开门的声音准时响起，4岁大的吴生跑过去迎接父亲，却被阴沉着脸的吴哥给推开，让开。儿子被父亲的脸色给吓到了，站在一边哇哇哭了起来。我也被吓到了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与吴哥一直很是恩爱，就算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，他也从来不会带回家里来。在家里，他从来都是充满笑容的。他是一个贴心的丈夫，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我从没见过他的脸色像今天这样难看过。你干什么？吓到孩子了？我走过去抱住生儿，用手抚摸着他的背部，安抚道：“你看看吧。”吴哥沉默地看了我们母子一会儿，从怀里拿出一纸文件递给了我。看他的脸色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接过文件一看，那是一份 DNA 检查报告，上面显示他和吴生没有血缘关系。这怎么可能？看到结果后，我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道：“张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当年你与周健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？”吴哥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没有。”我大声反驳道：“当年我被渣男周健抛弃之后，是吴哥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安慰我，鼓励我。当时的我正处于最脆弱的阶段，所以很快就沦陷在他的攻势之下，与他在一起了。不久之后，我就怀孕了。这距离我和周健分手并没有多久，所以吴哥才会怀疑我，怀疑生儿不是他的孩子吧？罢了，我不管到底是因为什么，你们母子俩过几天就搬出去吧。离婚协议书我会发给你的。”吴哥摆了摆手，声音低沉，似乎连说话都觉得累。哪个男人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这一点。吴哥，你相信我，生儿真的是你的孩子。我声嘶力竭地哭喊道：“当年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。我虽然被周健那个渣男骗了身子，但是那时候在我的坚持之下，周健每次都是带了套的，所以绝对不可能因此怀孕。”“是啊，先生，夫人她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啊，还请您能够相信她。”家里的佣人张婶也站出来为我说话。当年我在医院生下生儿之后，由于是剖腹产，所以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。在这期间，吴哥就雇佣了张婶来照顾生儿和我。张婶是个细心的人，将我和生儿都照顾得很好，尤其是她对生儿的态度，让我觉得她似乎将生儿当做了亲生孙子一样对待，发自内心的那种。所以在我出院之后，就继续雇佣了张婶来到了家里当佣人。照理来说，作为一个佣人，在雇主夫妻发生感情纠纷的时候，最好是避开的越远越好。然而张婶却站出来为我说话，这让我很是感动。然而不管我们2人说什么，吴哥都是不为所动，直接上楼去了。我知道此时如果继续纠缠下去的话，恐怕会产生反效果，于是带着生儿搬出了别墅，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来住。但我并没有放弃挽回这段感情。我坚信吴哥手上的亲子鉴定结果是错的，然而吴哥暂时不愿意见我，我无法拉着他再去与生儿做一次亲子鉴定，所以我先找到了周健。只要证明了生儿与周健没有血缘关系，吴哥应该就会相信我，
愿意重新与生儿做一次亲子鉴定了吧？雅雅，你是不是想通了，又想回到我的怀抱了？周健这个渣男果然本性不改，一见面就开始动手动脚。啪的一声，我直接拍开他的手，我没空跟你废话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你去跟我儿子做一次亲子鉴定。儿子？你都有儿子了，不会是我的吧？不然你拉我去做什么亲子鉴定？周健这样说着，眼中却没有任何惊喜的神色。别多想，那不可能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只是为了证明给我老公看。你老公是谁？我认识吗？别废话了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一番扯皮之后，周健终究还是为了钱去做了亲子鉴定。结果显示，生儿果然和他没有亲子关系。果然如此，我高兴坏了，拿着检查报告直接冲到吴哥的公司，就要向他证明。然而在推开前台的阻拦，来到周健办公室门前之后，我却见到一个衣着暴露、浓妆艳抹的女人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。那女人本来是一脸失落，在看到我的一瞬间，却直接变了脸色，嘴角勾勒出一丝嘲讽的笑容。哟，这不是总裁夫人吗？怎么大驾光临了？这种女人我见多了。吴哥发家之后，想要贴上她的莺莺燕燕太多了，但是都被她拒绝了。这个女人刚出来的时候，分明一脸失落，想来也不例外。我带着笑意从她身边走过，理都没有理她，连小三都算不上的家伙，我为何要和她浪费口水？那女人的脸色变得阵红阵白。然而我虽然胜了她一筹，却也没有如愿见到吴哥，他还在耿耿于怀之中。我带着失望离开，准备明天继续过来。然而在我离开的时候，却被之前那个女人拦住了。与自己老公以外的人生了儿子的女人，竟然还有脸过来纠缠吴总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她脸上的笑容十分嚣张得意，她以为我会气急败坏，然而我却从她的话里听出了一些问题。这个女人为何会知道这个消息？即使吴哥再怎么生气，也不可能会将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的。她看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是被戳到了痛处，带着得意的表情走了。我没有直接离开公司，而是凭借着总裁夫人的身份，跟公司里的人打听了一下刚才那个女人的身份。虽然明眼人都看出来我和吴哥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。想来刚才那个女人也知道，如果她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，吴哥肯定会因为颜面大损而恨上他。所以在其他公司员工眼里，我与吴哥只是夫妻之间的普通争吵。那句床头吵床尾和还是让他们松了口。原来那个女人名叫李倩，也是公司里的员工，一直对吴哥献媚来着，但是吴哥一直没理她。直到7天前，李倩不知道跟吴哥说了什么，这才让吴哥将她单独叫到办公室之中，不过也是很快就出来了。7天前，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因为那正是吴哥拿着 DNA 检查报告回来见我的那一天。这时，我之前的一个疑问也得到了解答：为何平时对我们母子一直很好的吴哥会突然去做亲子鉴定？这是怀疑到了一定地步才会做的事情。原来是被李倩那个女人给撺掇的。接着我又生出了一个联想：DNA 检查过程中的某些流程是不是有可能被李倩动了手脚，从而导致了最终的结果？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猜想是正确的，但是我没有直接去找李倩对质，因为不用想也知道对方肯定不会承认。大闹一场，让这件事传扬开来的话，不管事实如何，我的名誉肯定也保不住了。对我来说，
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让吴哥看到我手上的这份鉴定结果。就在我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事情突然有了转机。张婶来我租住的地方看我了。哎呦，小少爷可真是可爱呀！张婶慈爱地看着正在旁边玩着玩具的生儿道，时不时还忍不住伸出手去摸生儿的头。那轻柔小心的动作，就像生怕伤害到生儿一样，那是带着真正关爱之心才能做出的动作。或许是因为刚出生那会儿，主要是张婶照料的吧。生儿对于张婶的抚摸也没有表现出抗拒，依然旁若无人地玩着自己的玩具。张婶，快过来坐吧，我给他泡了一杯茶水。哎呀，怎么赶劳夫人给我倒水？张婶有些慌乱道。没等他说完，我便开口打断了。张婶，你和我还客气什么？这几年来都是你在照顾生儿和我给你倒杯水怎么了？求人办事之前，自然是要说些好话，拉近感情的。那就谢谢夫人了，谢谢夫人。张婶端起杯子，小心翼翼地喝了起来，脸上的褶子似乎都绽开了一些。张婶，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？见他喝了茶水，我便开门见山道：夫人您尽管吩咐。张婶答应得很干脆。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份 DNA 鉴定结果拿给吴哥看一下？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的话，我一定会感激你一辈子的。我还会给你很大一笔钱。我拿出之前周建和生儿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给他。之所以许下重诺，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张婶这样一个佣人来说是很犯忌讳的。吴哥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将他给辞退。夫人，您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我也希望看到夫人您尽早与先生重归于好啊，要不然那么大的别墅少了女主人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张婶答应得很是干脆，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，而且她还说自己不要报酬，只要我与吴哥重归于好之后，让他在我家工作一辈子就好。这么简单的条件，我自然是答应了下来，并对张婶产生了深深的感激。从那天的主动站出来为我说话，到今天的冒险帮忙，无不让我看到了他对我的真情实意。在张婶回去的第二天，我就接到了吴哥的电话。对不起雅雅，离婚协议你还没签吧？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误会了你，但是有些事情我想还是再验证一下的比较好。明天我让张婶过去，你给她一点生儿的头发带回来，我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。好，我并没有因为她的要求而生气，我也想亲手拔掉她心里的那根刺。张婶，实在是麻烦你了，还要让你这样来回跑。没事儿，夫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也希望早点看到您和先生重归于好。在张婶将生儿的头发带走一些之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当我还在家里睡觉的时候，一大早就被吴哥敲开了门。他见到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紧紧抱住我，嘴里不断说着道歉的话语。对不起雅雅，我不该怀疑你的，我不该听信李倩的鬼话的，我错了。没事儿，我能理解，我能理解。我拍着他的背部安慰道，想来是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接下来我和吴哥、生儿一起回到了我们的家。就在我以为我们一家会从此回到过去那种幸福美满生活的时候，第二天李倩那个女人竟然找上门来了。出于想重重打她的脸的想法，我让她进来了。我要让她亲眼看看我和吴哥之间的感情不是她能够离间的。然而还没等我开口，李倩就当着我和吴哥的面指着生儿道：吴总，你看看吴生的那张脸，他哪里像你了？之前的亲子鉴定报告你忘记了吗？亲子鉴定的正确性可是高达99%的。
我不知道您后来是否又做了亲子鉴定，以及结果如何，但那是您自己取样的吗？李倩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当初之所以能够说动吴哥怀疑张雅，就是因为有一次张雅带着吴生去公司看吴哥的时候，他发现吴生的眉眼之间与吴哥并没有任何相似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了，就会慢慢生根发芽，直到长成苍天大树。李倩好不容易看到了攻克吴哥的希望，自然不希望看到张雅和吴哥重归于好，所以今天他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来到这里，企图进行最后一搏。滚！我家不欢迎你这样的恶客。之前因为你我就已经误会了一次雅雅了，今天你竟然还敢来挑拨离间，从明天起你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吴哥大怒，直接赶人了。吴总，李倩正准备再说几句，忽的一道惊疑不定的声音从一旁传来：倩倩，是你吗？倩倩，是张婶。他正从大厅的外面看向里面，看向李倩背影的目光中满是期待。李倩动作木然地转身，在看到张婶的一瞬间，就像是看到了鬼一样，没有再多说一句话，直接跑了出去。张婶赶紧追了上去，但是因为年龄大了，所以没有追上，双手撑着膝盖，喘着粗气。看张婶这反应，我和吴哥都明白，张婶必然与李倩有着某种关系，而且是很亲密的那种。雅雅，你不要在意李倩那个疯女人的话，我是不会相信她的。来不及询问张婶与李倩的关系，吴哥便拍着胸脯跟我保证道：然而夫妻这些年，我还能不了解他吗？他越是保证，就表明心中越是起了疑心。如果没有起疑心的话，他应该是不屑一顾的态度。而且李倩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反倒也注意到了，生儿与吴哥在面部轮廓上的确不是很相似，就这一点就足以引起男人的疑心了。然而这种事情再解释也没用，只能靠他自己消除，又或者他自己再去做一遍亲子鉴定。此时我也只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，我懂的，暂时放下这件事情。等到张婶回来，我就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张婶，你跟李倩之间听明白了我的意思？张婶支支吾吾道：她是我女儿，夫人，我知道她做了混蛋事情，我代她向您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婶一遍一遍地给我鞠躬道：这跟你没有关系。我赶紧抬手扶住她，李倩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她应该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。尽管李倩做的事情很过分，但是我不会因此而怪罪张婶，她对我的好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因为心里想着心事，所以睡得很浅。在大约凌晨2、3点的时候，我感到床上有动静，眼睛睁开一道缝隙，迷迷糊糊之间看到吴哥从生儿头上拔出了几根头发，将睡梦中的生儿痛得惊呼一声，似乎是担心生儿的声音吵醒了我。吴哥心虚地朝我这边看来，发现我依然紧闭双眼之后，才放下心来。他果然还是要自己再验证一番，但我问心无愧，所以也没有多想。然而第二天吴哥回来的时候，我再次看到了他那阴沉下去的脸色。雅雅，我需要冷静一下，我已经不知道该相信谁了，我连自己都开始怀疑了。吴哥坐在床上，双手抱头，声音十分痛苦。我一把夺过吴哥右手拿着的那2张报告单，上面的结果赫然都写着无血缘关系这几个大字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彻底陷入了呆滞。明明昨天检查还好好的，要不然吴哥也不会去接我和生儿回来了。
怎么才一觉的功夫就又变回无血缘关系了？而且基本不可能是医院检查仪器的问题，毕竟吴哥同时去了2家医院做鉴定，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整个家庭的气氛因为这件事情又重新陷入了凝重之中。这一次，吴哥虽然没有赶我们母子俩走，但是一连着几天晚上他都没有回家睡觉，独守空闺的我一连几天都失眠了，彻夜想着这件事情的始末。白天的时候整个人也是浑浑噩噩，唯有看到生儿快乐玩耍的身影时，脸上才露出几分微笑。小少爷可真可爱啊！看着生儿的背影，张婶的脸上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。张婶，李倩没有结过婚，没有给您生下过孙子或者孙女吗？看到张婶如此喜爱孩子，我以闲聊的口气问道。然而对于我的这个问题，张婶却瞬间面色大变，阴晴变换了好久才讷讷道：有的，有的。孩子多大了？孩子的父亲呢？虽然已经注意到张婶脸色不对劲，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。毕竟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，竟然还想去勾搭吴哥，我真不知道该说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是不知所谓。吴哥就算不要我了，重新找，也不会找他那样的吧？张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支支吾吾道：4岁了，孩子的父亲。好了，张婶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我以为是触及到了他的难言之隐，也就没有接着问下去。本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，吴哥一直不回来，让我和生儿守着这个大别墅，就像是守寡一样。然而李倩的频繁到来，打破了我这一滩死水一般的生活。张雅，吴生根本就不是吴哥的种，你竟然还有脸赖在这里不走，真是不知羞耻！我要是你，早就羞愧地跳河自尽了。你的脸皮可真够厚的呀！他骂得很难听，每次张婶都会尝试劝阻：倩倩，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了，倩倩。然而没有用，李倩依旧经常过来，甚至我报警都没用。对方似乎笃定了生儿不是吴哥的儿子。然而我和吴哥两人都还没有确定呢，或许他只是想着要污蔑我，所以才这样说的。莫名想起之前李倩的话，生儿与吴哥不怎么像。我仔细打量着生儿的脸，忽地悚然一惊，因为我发现生儿似乎和我也不怎么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按照常理来说，孩子至少要像父母之中的一方的吧。为了平复自己古怪的猜测，我带着生儿去医院做了一次亲子鉴定，然而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，生儿竟然与我也没有血缘关系。看到结果的那一瞬间，我只感到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差点直接摔倒在地上。我抚养了4年的生儿，既不是吴哥的骨肉，也不是我的孩子，那他究竟是谁的孩子？我坐在医院的椅子上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来，仔细盯着生儿那张可爱的脸。我忽地觉得他好陌生，生儿似乎也被我的眼神给吓到了，在我怀里不安地扭了扭身体，往后靠去。忽的，我发现生儿的眉眼还是和某一个人有些相像的，那人我很熟悉，没有任何犹豫。我直接回家翻找起了当初和张婶签订的合同，之后直接带着生儿赶向了张婶的家。那是在郊区的一栋破旧老房子，路也是坑坑洼洼的，不好走。我将车子停在了大路之上，抱着生儿步行到了张婶的家。还没等我敲门，就听到里面传来剧烈的争吵声。李倩，你难道想要你的儿子以后也与你一样过着低贱的生活吗？如果不想的话，那就不要再去找张雅了。那是张婶的声音，老迈中透着强烈的愤怒。为什么？
我直接赶走张雅，成为吴哥的妻子，不是更好吗？那样不只是彬儿能够过上好日子，我自己也可以享福啊。李倩明显不服气，你个傻子，哪怕你赶走了张雅，吴哥也是不会喜欢你的，还会害得彬儿受累。张婶喝骂道：我不管，我就是要！哇哇哇！这时屋里忽然传来小孩的哭声，那是个男孩的声音，听起来年纪应该也就3、4岁大小。闭嘴！张婶和李倩同时喝止道。那小孩声音立刻就停下来了。妈，你还留着他干嘛？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扔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让他自生自灭好了？李倩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不耐烦。张婶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响起，虽然他不是我的孙子，但是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听到这里，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使劲地拍起门来。开门，快开门！谁？张婶和李倩同时吓了一跳，而等到他们打开门看到来人是我之后，表情直接呆滞住了。夫人，你……我没有理会他们二人，推开门直接往屋子里走去。终于在一个逼仄的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3、4岁大小的孩子。那孩子浑身上下骨瘦如柴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脸上脏兮兮的，也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澡了。我放下怀里的生儿，迫不及待地冲到那孩子身边，用手擦了擦他脸上的灰尘。等到灰尘被擦得差不多之后，我打量着他的脸部轮廓，赫然发现这孩子的眉眼依稀有几分像我，也像吴哥。而站在门口咬着手指不知发生了什么的生儿，眉眼之间分明更像李倩。生儿，我的生儿，我对不起你。我迫不及待地将眼前这个脏兮兮、骨瘦如柴的孩子拥入怀中，声泪俱下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拥抱，这孩子却有些不知所措地扭动着身体，似乎从来没有体验过被人拥抱的滋味。感受到这些，我豁然转身看向张兰，那个一直我认为是真心待我的张婶，厉声喝问道：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细细想来，他应该就是在医院照顾我的那段时间内，将我的生儿与他自己的孙子给调包的吧。难怪他平日里看向生儿的眼色那般慈爱，就像是看向自己的亲孙子一样，因为那本来就是他的亲孙子，但是他却让真正的生儿受了这么多的苦。这个老女人好狠的心。此时我恨不得吃张兰的肉，和张兰的血。跟李倩所做的一切相比起来，张兰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。张兰从刚才看到我起就已经陷入了呆滞，此时才慢慢回过神来，双眼中失去了所有的神采，呢喃自语道：夫人，我只是想让我的孙子过上好日子啊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和我一样，一辈子看人眼色过活。当年倩儿被她男人抛弃之后，生下了彬儿，却不想带着一个拖油瓶，于是直接扔下彬儿自己走了，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我一个人无法在工作的同时抚养好彬儿，更别说是给他好的成长环境了。幸得上天垂怜，让我得到了服侍您的工作。在看到您的孩子与彬儿差不多大小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生出了调包这个想法，并付诸了行动。在您的家里看着生儿健康活泼的长大，那简直是我最快活的时光了。本以为这个秘密会被我带进棺材板的，但是想不到今天却被您发现了。我不奢求您能够原谅我，我只希望您不要抛弃彬儿，毕竟他也做了您3年的儿子啊。似乎是秘密积压在心底太久太难受，张兰一口气不说了出来。所以你才会在我第一次被吴哥质疑的时候站出来帮我说话，对吧？
所以那次你才会主动来看我，不是为了帮助我重新获得吴哥的爱，而是为了帮助你的孙子重新回到别墅，对吧？所以那唯一次显示生儿和吴哥有血缘关系的亲子鉴定结果，应该是你拿了真正的生儿的 DNA 去让吴哥鉴定的，对吧？以往的一桩桩一幕幕我都理清楚了，但我的愤怒也达到了顶峰，我恨不得杀了眼前这个老女人。妈，别跟她多废话了，既然她一个人过来，那我们直接杀了她不就好了？到时候不止彬儿能够过上好日子，我也可以得到吴哥的爱。李倩跃跃欲试，双眼放光道，似乎是被他的这番话说动了。张兰那本来已经暗淡下去的眼睛又重新燃起了神采，母女二人缓缓朝着我和生儿靠近，他们的眼睛明明黑白分明，但在我看来却是漆黑一片，里面仿佛充满了世间所有的恶。我抱着生儿跪坐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他们靠近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。张雅，看来你已经认命了，那就让我来结束你的痛苦吧。李倩带着几分疯狂朝着我扑来，然而就在她的手指快要碰到我的脖子的时候，外面忽的警笛之声大作，这声音吓得李倩和张兰停下了所有的动作，僵硬木然地转头往外看去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你们以为我不会事先报警吗？哪怕是猜错了报了假警，总比死在这里要好。毕竟人在没有退路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看着警察将张兰和李倩二人带走，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抱上生儿，看了看站在那里咬着手指显得有些茫然的彬儿，我也抱上了他，走出了这间阴暗的屋子。不管张兰做了什么，孩子都是无辜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